最近芳华又一次在网上火了，但这次它重新被讨论，并不是因为电影本身，而是因为 B 站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另类，也相当激进的解说视角。这种解读认为，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，它源自于文革进行的不够彻底，而《芳华》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在影射四人帮遭遇的不公，是在为那段历史鸣不平。先说明一点对电影作品的解读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。文学、电影、艺术从来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。单就影评而言，这种观点本身并不是什么不能讨论的问题。真正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的是另一件事。大量的弹幕和评论对这种解读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。那在我看来，这种认同并不是凭空出现的。放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下，其实并不难理解。在经济下行、就业压力加剧、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环境中，很多年轻人他正处在一种上升通道受阻、生活举步维艰的状态。当现实中努力未必有回报，当阶层之间出现明显而难以跨越的鸿沟，一些人开始幻想一种人人一样穷，但人人一样平等那样的社会状态，把文革想象成一种没有阶级差异的乌托邦。这种心理在我看来本身是可以理解的，但问题在于，这种理解往往并不来自对历史的真实认识，而是更多的来自对现实困境的投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前些年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文革的表述曾被篡改成更模糊、中性，甚至带有正面暗示的说法，比如说艰难探索，在探索中走过弯路等等措辞。这种去灾难化、去责任化的讲述，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部分年轻人对文革的乌托邦式想象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对文革的肤浅理解，它并不只存在于底层或者年轻人之中。一些已经拥有了身份、地位、资源的人，对文革的理解同样停留在非常表面的层面，要么把它简单理解为穷人斗富人，要么把它当成一种理想主义运动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大名鼎鼎的导演冯小刚说过的那句话才显得格外值得注意。文革它离我们并不远，它可能还会再来。很多人听到这句话时，下意识地认为这只是一句面向普通人的警告而已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说这句话的完整语境。所以我觉得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。我始终认为再来一次特别大，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可不是像过去的时候给你挂一牌子撅着你逗你，这次我一定把你弄死，我让你翻案，我让你翻不了案。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，再有文化大革命它是有快感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冯小刚这句话的主要指向其实是对富人、明星、官员、体制内人士的警告。在一个缺乏制度保障的社会里，你今天所拥有的地位和安全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消失。这种警告当然是否定文革的，但它也隐含了一种理解框架，即文革主要是一场斗富人、斗官员的运动。这种理解在改革开放之后，恰恰也是中共官方对文革的一种主流叙事。然而，这种叙事与历史事实的偏差是巨大的。这种叙事它只是中共的一块遮羞布，中共干部他被描述成了主要的受害者。实际上，真正意义上的群众造反，也就是群众斗官员持续的时间其实非常短，大概不到1年。毛利用群众造反打倒政治对手刘少奇之后，便开始迅速镇压造反群众，他通过军队重新建立起了统治秩序。那文革更核心、更漫长的部分是什么呢？是上山下乡，是教育体系的全面停摆，是正常社会秩序的瓦解，是普通人的自由被系统性剥夺，是无处不在的政治恐惧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扣帽子、被清算、人人自危。我们换句话说，文革最主要的受害者既不是富人，也不是高官，而是最普通、最无力的老百姓。让我们来看看著名历史学者秦晖教授是怎么说的。
实际上，当权派和保皇派对造反派的大屠杀，是吧？恐怕要100倍啊，那个严重于造反派斗所谓的走资派。大家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秦晖教授的讲座。但今天在这里，我更想让大家直接听一听真正经历过文革的普通人，他是如何讲述那个时代的。就来了2个人，背了个长枪，背了就问那个大太公：“你是看到这个走堂里面的一个马士营吧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晓得，其实就在我对门。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讲，后来呢，他一看到那个姓高的，叫高云相，高云相讲：“不在那个老人那个对面嘛讲。”后来呢，他就乖2个人背着枪就跑到那个，正好那马士营呢，再看见他打了一个新照，在画画，乖没场子跑了。他那个我后面就是凤梨，到处都是凤梨，那个他就正好把他们乖给带到干到了。我们就堵了那个怪对面那个老房，我在看都不给活这个人来了，后来来了活这个人都不送我去看，看到枪托着把他这剁，再往后一勾就把他带走了。他是东方红学生啊，东方红呢带了一个呢，又不是学生带了一个三车处的人，他就然后就了解了，就他在家能逮到他，果然你看是把他逮到。日前那个对广播和讲话，讲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，我在这还很好，都是假的。我那个老年人看到逮到那个房子就整他，他穿的是个白裤头子，拿了个枪剁在那个裤头上，都那个血白裤头变成红的，背心子也是白的，全部变成一个红色的。那个老年人在床上讲：“你们不能这样的。”你少废话讲，不许我讲。到了这个国汉营，把他摸了，我们给他反正整死了，就整死了，一直就没回来了。看到那个妈妈就变成神经了。我们看到的这个少年，他既不是富人，也不是官员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。他所犯下的唯一错误，就是被强行划分到了某一个派系。结果呢？他被打死了。如果有人说文革是青春，是激情，是理想主义，那么这样的死亡又该如何解释？就是有一年嘛，就是那个公主厂门口那个电话簿上一个那个10个人什么毛主席万岁，后来就找了，就找这个人了，是谁找的？是谁搞的讲？后来查了呢。一查到那个现在公司那个他的安定的那个机制，这写毛主席万岁有什么问题？他写毛主席万岁不能写在电话纸上，讲把他搞那个什么，把他钉死了讲把毛主席钉死了。可能因为查到这个笔记还没对上，一查那个12个也没对上，但最后不要把哪个人搞不清楚，肯定找了一个人来。把他肯定逮到要打赢，只有他们找了一个人，我搞不清楚了。文革的恐怖啊，它不只来自直接的暴力，更来自那种随时可能被政治化解读的荒诞的环境。你写一句话，或者随口跟家人说的一句话，它都可能被赋予完全脱离常识的政治含义。这不是青春，这是恐惧，是荒诞。是无辜者被随意牺牲的时代。我也建议观众朋友们，你不妨回家去问一问家中的长辈，你可以不必听他们的宏观判断，你可以多听他们讲一些具体经历过的事情，以及一些细节，那些细节会给你完全不同的感受。综合来看，文革并不是什么底层人民的解放，而是底层民众被卷入权力内斗之中，被当作工具，当作炮灰，反复消耗的过程。当下社会中对文革的错误认知，并不是偶然出现的，而是在特定的现实压力之下，经由中共当局长期的言论筛选与历史叙述选择，逐步形成的结果。这种选择性的记忆，一方面它淡化了文革的荒诞与暴力，
另一方面也模糊了责任与受害者的真实处境。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为过去开脱，更是在塑造一种可以被再次动员、再次利用的社会心理结构。历史一旦被这样改写，下一次悲剧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就只剩下中共的需求本身。对年轻人来说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：多了解历史，不是为了让你记住仇恨，而是为了避免再次被当作炮灰利用。真正清醒的人，他不会把文革当作乌托邦，世界上也从来就不存在乌托邦。谢谢收看。